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咖啡品牌频道。在上一期的这个阿拉比卡故事中呢，我们提到了好喝的咖啡是阿拉比卡成功的关键，而他们长期合作的生豆产区之一是来自巴厘岛的巴图康。我们都知道，咖啡豆呢是一种很难种植的作物，通常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每一年产出的豆子口感都会略有不同。而金塔马尼位于巴厘岛巴杜尔山的西坡，这里的环境呢非常适合种植咖啡，另辟蹊径的种植方法呢也让咖啡豆令人意外的满意。然而追溯历史呢，印度尼西亚却并不是咖啡早期的种植地。那么咖啡树种又是从何而来，又是一段怎样的故事，让印尼成为全球第4大咖啡种植地？今天呢，我们就来透过金塔马尼咖啡来看看印尼咖啡的故事。金塔马尼是巴厘岛的一个区，位于巴杜尔山的西坡，这里呢被用作观赏巴杜尔山地区的绝佳停留地。金塔马尼区域有19个巴黎阿加村。巴黎阿加人呢是指巴厘岛的原住民，但是在某些地区呢，巴黎阿加人被认为是有愚蠢的山地人的意思，所以呢，他们更喜欢用巴黎穆拉来称呼自己，意思呢为原始巴黎人。据说呢，巴厘岛上的原住民早在印度教爪哇移民潮之前呢，就来自贝都鲁村。传说贝都鲁呢住着一位古老的巴厘岛佩琼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他拥有超能力，可以毫无痛苦地砍下自己的头，然后再放回去。有一天呢，他的头不小心掉进了河里，被河水冲走了。他的一名仆人惊慌失措，决定呢迅速砍下一头猪的脑袋，用动物的头替换了被河水冲走的头。国王感到非常尴尬，于是呢躲到了一座高塔里，不让任何访客进来。一天，一个小孩误入了高塔，发现了这个秘密。从那时起呢，国王就被称为换头者。无法示人的国王最后郁郁而终，佩琼王国陨落，随后满者伯夷帝国崛起。由于这里的生活呢相对隔绝，让他们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的南岛元素。在这些村子中呢，我们可以一窥究竟。在一些历史铜版铭文中呢，可以看到，在10世纪至12世纪之间，巴厘岛上的社会呢似乎经历了快速的变化。记载中展示呢，由于村庄靠近大海，又与巴厘岛北部香料群岛接壤，因此呢，与相近的印度和中国之间有着频繁的贸易路线往来。在荷兰人到来之前，海盗一直是一个威胁，霍乱等瘟疫呢也时有发生。穆斯林移民呢也留下了痕迹。在朱拉、杜加邦和森美兰之间呢，海岸附近的考古发掘还表明，印度商人至少在2000年前就远赴巴厘岛，并且呢可以推测，这种贸易一直持续到了10世纪。朱拉就是港口，又是贸易中心，香料中国、印度、荷兰人。从以上这些信息呢，我们似乎能抓到很多的历史脉络。印尼又称万岛之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印尼群岛自7世纪起呢，就是重要的贸易地区。古代王国三佛齐以及我们上节提到的换头王国陨落后崛起的满者伯夷帝国，都曾与中国和印度进行贸易，曾出现十分兴盛的佛教和印度教王国。三佛齐在中国的古籍上呢，称之为势力佛氏。三佛齐建国的年代不详，没有文字。现在大量出土的碑文皆以梵文撰写。目前呢，有记载的是在7世纪的中叶，647年，唐太宗贞观21年，以利毕国到中国进贡，而这个以利毕国呢，是三佛齐国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史籍上的名字。根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作者高僧义净所著，在唐高宗咸亨2年也就是671年的时候，曾到佛氏国取经，并停留了6个月。听到这本书的名字，是不是让你想到了《西游记》？没错呢，这本求法高僧传也正是吴承恩《西游记》灵感的来源。根据书中的记载，取经之路共有4条，西域路、吐蕃路、南海路，还有2位高僧走了一条不明路。
通常呢，走南海路的都是去了三佛齐国取经，而《西游记》中的师徒4人应该走的就是吐蕃道。言归正传，三佛齐强盛以后呢，不断的向外扩张，经过半个世纪，在8世纪左右呢，征服了爪哇。而与此同时呢，爪哇岛上还存在一个由印度人建立的佛教国家夏连特拉王朝。而这个王朝的国母呢，以自己是三佛齐国公主的名义，竟然继承了三佛齐的王位。于是2个佛教国家合二为一，成为了马六甲海峡的强国，其势力影响也远达西兰岛及印度的东海岸，更为人类留下了雄伟的婆罗浮屠遗迹。三佛齐在经历了200多年的征战后呢，13世纪起开始衰落，最后在14世纪末被满哲伯夷取代。满哲伯夷是爪哇语是个以今日印尼爪哇岛为中心的东南亚印度教佛教海上帝国。在满哲伯夷时代，有记载的第一个欧洲人是一位意大利方济会修士俄多利克。在他撰写的《俄多利克东游录》中，记述着他于1318年至1330年间，由教宗委派前往亚洲传播福音。他从意大利北部帕多瓦出发，穿越黑海进入了波斯，然后到达了加尔各答、金奈和斯里兰卡，然后前往尼科巴群岛和苏门答腊岛呢，再前往爪哇和马臣。他在游记中写道，爪哇国王统治7个附属王国，国王拥有宏伟而豪华的宫殿，楼梯和宫殿内部都铺上金与银，甚至呢屋顶也是镀金。岛上有很多的丁香、肉豆蔻和许多的其他香料。他还记载到，蒙古皇帝呢曾多次攻打爪哇，但总以失败收场，残余军队被遣返回大陆。是不是正是这本游记有了后来的荷兰人和咖啡呢？第2个来到这里的并不是荷兰人，而是葡萄牙人。1512年，由外交官托梅皮雷斯和弗朗西斯科·石兰带领葡萄牙商人呢来到了印尼，并垄断了马鲁古群岛上的肉豆蔻、丁香、尾胡椒等香料资源。于是呢，印尼进入了殖民时期。随后的荷兰商人也来到了印尼，并在1602年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殖民时代的初期呢，给印尼日后成为咖啡种植生产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696年，在印度西南岸的荷兰总督把也门的阿拉比卡咖啡树幼苗送给了住在今日雅加达的荷兰总督，这是去往印尼的第1批咖啡幼苗。然而，这第1批种植的幼苗由于发洪水而宣告失败。第2批幼苗呢，由另一位总督亲自安排运送到了印尼。这批树苗在当地生长良好，也成为了在1711年第1批从爪哇向欧洲出口的咖啡豆。到了1870年代的中期，咖啡豆种植呢已经扩大到荷属东印度群岛、苏门答腊、巴雷省、苏拉威西岛和迪文。1876年，一场咖啡锈叶病菌席卷印尼，毁掉了大部分的铁皮卡种。在1900年，罗布斯塔呢作为替代品被引入了东爪哇，因为那儿的铁锈病尤其严重。在1920年，迅速扩展到苏门答腊岛的南部。苏门答腊当地产量呢很快超过了爪哇的产量，这个地区仍然是最重要的罗布斯塔咖啡产区。1945年，印尼独立，爪哇岛上的荷兰人拥有的种植庄园呢，在1950年代归还于印尼，并由 PTPN 负责管理，还引进了新的阿拉比卡咖啡树种。如今，印尼有90%以上的咖啡是由小农户所种植，其中呢，有些产品呢是有机的。金塔马尼地区的咖啡农户便是如此，那里的农户呢使用传统被称为苏巴克的农业灌溉系统。这种系统呢，根据印度教的 Trishita Klana 翻译过来呢为幸福三宝。幸福三宝的意思呢，是与上帝、他人、环境维系良好的关系，强调幸福与环境共存，有利于有机咖啡的生产。他们坚持呢有机耕种不用化肥，并且在同一片土地上并排种植咖啡树和柑橘树。这种对待植物与环境的特殊种植法，给咖啡豆带来了与众不同的口感，有着独特的酸度和微妙的水果香味。
主要的味道是柑橘，甜味感呢是与桃子、杏等石榴果味相似，回味中呢还好似淡淡的红茶。如今印尼通过商业种植的阿拉比卡咖啡品种超过了20种，分为呢6大类。铁皮卡是当荷兰人引进的原始品种，虽然在锈叶病席卷印尼时呢，大部分已消失，但在较高海拔区域呢仍可见到。Dim 是由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天然杂交的品种，这个品种呢在1917年到1918年发现的。勒内 S 是一种呢最初在印度由波旁咖啡发展而来的变种。埃塞俄比亚品种、卡杜拉品种和卡钦贝尔变种。如今呢，巴厘岛的金塔马尼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一个咖啡品牌。当你在金塔马尼的咖啡馆落座，看着远处的火山，品尝一杯带有独特柑橘香气的咖啡时，也许正是一段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让你拥有了此时此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见。